中国空军受到了怎样的挑战？这对中国将有怎样的影响？中国对此将如何应对？中国空军歼16、歼20、歼10C 战机得到了怎样的发展？这对于中国有何意义？对美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？我们都知道，近年来中国空军取得了飞快的发展，这就是中国空军的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，这也使中国进一步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，这也将继续加快中国空军的发展。然而，虽然中国空军的发展和规模都得到了显著增强，中国空军的队伍也比以前更加的庞大。但是现如今，随着美国等周边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围追堵截，并在中国周边部署了大量 F-35战机，以此对中国形成了 F-35包围圈，借此对中国形成巨大威慑作用，这就使中国仍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。此外，中国空军在先进战斗机换装方面，距离美空军还有不小的差距，这就使中国空军在与美国的较量中有着较大的劣势。现如今，美国空军战斗机差不多全部都是3代、4代战机，而中国还没有完全换装完毕，因此与美国还有较大的差距。不仅如此，除了美国之外，中国面临着来自印度的压力。印度为了在边境问题上迫使解放军让步，从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先进战斗机，如阵风等3代半战机，以此来应对中国空军。据数据统计，在中国周边的潜在对手就拥有先进的现代化战机将近1000余架左右，这就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，因此也使中国空军面临着较大的国防压力。此外，据消息称，目前中国空军共计拥有1800余架战斗机，但是其中有数百架老旧的2代、3代战斗机，如歼7、歼8战斗机。这些老旧战斗机仍旧在解放军5大空军战区部分航空旅服役，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空军的升级发展，所以这是中国空军发展中面临的较大难处。对此，有消息指出，今年中国已经加快了对战机的换装。此前有消息指出，在中国东部战区进行了对歼8战机的换装，这就使得中国东部战区将歼8战机全部换装为歼16战机，这预示着中国东部战区空军新增了一个歼16航空兵旅。报道还指出，中国东部战区用歼16战机取代了老旧的歼8系列战斗机。中国东部战区这样的举动，也是正式宣布其成为了中国空军5大战区中唯一一个全部装备3代或以上标准战机的战区。歼7、歼8已经彻底告别了东部战区空军，因此这也从侧面说明整个东部战区空军备受重视。此外，在东部战区完成了对歼8战机的换装后，不久就有消息指出，中国西部战区空军某旅也开始了对歼8战机的退役，便将其完全更换为歼 11B 战机。虽然此次换装的歼 11B 战机是二手机，但是这也说明中国歼 11B 战机正处于自然换装中的阶段，且换装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根据详细报道，在新疆4个航空兵旅里，负责乌鲁木齐防空的歼8旅是中国空军剩余的最后一个歼8航空兵旅。然而，随着其的正式退役，这就是中国空军中的歼8战机只剩下北部战区海航的一些歼击机，以及特种机部队为数不多的歼8 FR 侦察机。对此，有分析人士指出，中国西部战区此次进行对歼8航空旅的更换，这对于中国空军的发展来说，无疑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。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快提升西部战区的战力，并使西部战区的作战能力得到质的提升。随着中国歼 11B 战机的发展日渐成熟，这就是西部战区最后一个歼8航空旅将完成换装，并使歼 11B 战机发挥出更大的作用。这将有可能使中国歼8战机完全退出中国空军历史舞台，因为其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空军的发展，而且也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了。所以，中国很可能将会逐渐完成对歼8战机的退役，使歼 11B 战机完全取代歼8战机，使中国战机的发展跨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因此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中国已开始加快了对战机的换装速度，以此来进一步加快对中国空军的升级，使中国空军的发展更加趋于饱和，甚至可以达到新的高度。这对于中国空军的发展来说，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。此外，据消息称，中国一面加快了对战机的升级替换，另一面也加快了对主力战机的量产，以便可以更好满足中国空军发展，这也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空军的实力，
也将使中国空军发挥出更加强大的战斗力。这不，近日据消息称，在2022年，中国空军歼 10C 战机、歼16战机和歼20战机的产能将实现翻倍，得到进一步的显著提升。这就将使中国空军的实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歼20战机，其由成飞负责制造。据消息称，成飞从2021年底已经开启了另一条全新的歼20生产线。现如今，2条生产线加快全速生产歼20战机，预计年产能将能达到40到50架。这就将使中国5大战区多支部队都将全面换装歼20战机。此外，据消息称，在未来5年间，中国将加速部署歼 20C 战机，这将使中国5大战区都至少会部署1到2支航空旅，以保卫北部、南部、西部、东部和中部战区等5个战略方向。报道还指出，由于一支航空旅至少需要36架战机，这就意味着中国空军未来需要超过300架歼20战机。不过，需要达到如此多的数量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制涡扇 10C 发动机的交付，还有涡扇15发动机的最新研发进度。这些都将成为歼20战机发展的促进因素，也将对歼20战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，并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。其次，关于歼 10C 战机，其也是成飞负责制造。据消息称，成飞在扩大对歼20战机的生产后，就将歼 10C 战机的生产线转移到了贵飞进行大规模持续生产。预计2022年歼 10C 战机的总产量将在36到72架之间，足以换装3个航空旅的装备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加快促进歼 10C 战机的换装，将加快促进歼 10C 战机的发展。这对于中国空军的发展来说，有着极其巨大的促进意义。最后，关于中国歼16战机，据消息称，由于中国歼16战机在中国空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因此中国加快了对其的发展。现如今，中国歼16战机的总体产量还在不断增加，这就使中国歼16战机的产量得到了显著增强，也进一步使其数量得到了大大增加。据统计，中国歼16战机目前大约有200架左右，这就使中国5大战区空军手头上都已经拥有了至少1个歼16航空兵旅。这也使中国5大战区空军都具有组建自己强大空中屏障的能力，从而能够形成非常完善且严密的国土防空体系，以此来加快促进中国空军力量的发展。因此，随着加快了在歼20、歼16和歼 10C 战机的发展，这就将使中国空军得到巨大的升级，将进一步使中国空军的格局更加完善，以此来更好满足中国空军的需要。这也将更好应对美国的挑战，并对美国形成巨大冲击，以此来更好维护国防安全。这对于中国来说，有着极其巨大的军事战略意义。